这是何人在呼叫？啊，这山旧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两界山，一边属大唐所管，另一边属鞑靼所辖。先年间曾听老辈们讲，数百年前天降此山，山下压了一个神猴，他不吃饮食，不怕寒暑，从昔至今冻饿不死。去年间我曾亲见过他一面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看看。啊，有施主在，我倒不怕。我倒也想看看他长得是何模样。走。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，我好帮你西天取经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快点，师傅，快叫徒儿出去啊！你叫我师傅？当然了，不是叫你还是叫谁啊？这是为何？你可是西天取经人？正是。那就对了，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扰乱了天庭，被如来佛祖压在此处。前者观世音菩萨说领了佛旨到东土寻求取经人，还让我留在此处皈依佛门，等候取经人认他为师傅啊。方才我听你二人在山上讲话，故此才管你叫师傅啊。原来是观音菩萨点化。你虽有善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，只是我没有斧凿，如何救你出来啊？不用斧凿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自会出去啊！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这山上有个金字贴，你把它接了，我自己就出去了。那好，刘施主，你我上山走一遭吧。圣僧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可是只妖猴，说不定放出来又要祸乱天下。没准圣僧跟我是第一个丢性命的。是真的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啊，这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师父信我，师父。弟子陈玄奘，特奉旨求经。若有师徒之分，皆得金字救出神猴，同证灵山；若无师徒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骗弟子，不成吉庆，便皆不得起。吾乃临崖大圣者，今日他的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些封皮去也。阿弥陀佛。我已接了压帖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师傅，您二人远一些，越远越好啊！
惊险！您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我没事。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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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该下来了吧？徒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来了！师傅，这位大哥，有劳你送我师傅，还帮我摘了头上的杂草，谢了啊！徒弟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孙。那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。不劳师傅圣意，我有法名，我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也正合我们的宗派。我看你就像那小头陀一般，为师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孙行者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孙行者，孙行者。长老，恭喜您收了个好徒弟，我还以为放了他会害了你我的性命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虽然是个猴儿，但是我还知道言而有信，知恩图报啊！冒犯，冒犯，只因为是人，还多的是言而无信、恩将仇报之徒。我这下可以放心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保护长老往西天而去。我得告辞了。多谢壮士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容贫僧回城时再行答谢吧。长老无需多礼，后会有期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师傅，请上马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师傅，我老孙在山下压了500年，终于可以出来松松筋骨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老虎，师傅别怕，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咦，这宝贝500年不曾用过，今天出来吃饭啦！做衣服，悟空，
哎，师傅，你看多漂亮啊！悟空，悟空，虽然这老虎咬死我2个随从，但毕竟也是生命啊！哎，师傅，我若不杀他，他便吃了你；我若不杀他，哪来的新衣服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多漂亮啊！不瞒师傅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算是条龙，见了我老孙也不敢无礼。等到师傅遇难的时候，再看我老孙的本领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和尚，哪儿走啊？趁早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一命。哼，师傅放心，这些人是给咱们送行李盘缠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悟空，难道你有点耳背？他说要我们的行李马匹，你怎么反过来说要他们的衣服盘缠？师傅放心，你尽管看着行李马匹，看我跟他们争执一番再说如何？哎，双拳难敌4手，他们6条大汉，你就1个人，怎么争持啊？请问列位大哥，为什么不让我小和尚过去啊？我们是这路上的简净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远播，劝你早早留下东西，放你们过去。若有半个不字，让你们粉身碎骨。我们家祖传也是大王，怎么没听过列位大哥的名字？你居然不知道？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我们一个唤作眼见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长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优。原来是6个毛贼呀！哼，可知道小和尚是你们的爷爷？快点把你们抢的财宝都给我分出来，不然我就打死你们！这和尚分明找死！我看也是，不给我们东西也就算了，反而想管我们要东西，哼，还有这种事儿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一起上，灭了他！悟空小心！干死他！好个和尚，头真硬啊！还将就的过得去吧？你们打的手也酸了吧？刚刚老孙拿个银针出来跟你们玩玩了。原来这个和尚是会针灸的郎中变的。我们又无病症，你别动这啊！悟空，别打死人了！师傅，你看，咱们可以上路了。那些贼都被俺老孙缴了。你太残忍，太狠心了。他们虽是强盗，就是拿到官府也罪不该死啊。你只需打退他们就行了，怎么能打死他们？你无辜伤人性命，如何做得了和尚？无故伤人？哎，师傅，你没看见他们在我头上打了几十棍子吗？再说，换了别人早就成了肉饼了。
你又哪里知道他们在此害死多少人呢？师傅，再说要不是他们动手打我，我怎么能伤他们呢？他们是强盗，你是和尚，怎么跟他们一般见识？出家人扫地还唯恐伤及蝼蚁性命，为了爱惜飞蛾，要用灯纱照起灯火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怎么一点慈悲好善之心都没有？什么叫青红皂白？师傅，你瞎了！我若是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打死你。唉，我这出家人，宁可死了，也绝不敢行凶。我就是死，也只是一个人，你却杀了他们6个人。此事若告到官府，就算是为师替你说相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说不过去啊！不瞒师傅说，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的时候，不知道打死多少生灵呢。这要是告上官府，那有的是状要告了。就是因为你没人收服，没人管教，暴横人间，7天望上，才受这500年之难。你如今进了沙门，若是还像当时行凶，一味伤生，你根本去不得西天，根本做不得和尚。你既然说我做不了和尚，也上不了西天，就别费那么多唇舌骂我了。老孙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老孙去也！这悟空如此不受教诲，说他几句，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罢了。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啊？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呢？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奉圣旨前往西天拜佛，求取真经。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，此去有108000里路。你这等单人独马，又没个伴侣徒弟，你如何去得了啊？贫僧日前也曾收到一个徒弟，可是他性颇凶顽，不听管教。我只说了他几句，他便径自而去了。我这儿有一领棉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，原是我儿子用的。他只做了3日和尚，便不幸命短身亡了。长老，你既然有徒弟，不如我把这衣帽送与你罢了。你那徒弟往哪儿去了？东行而去了。啊，我家也在东边，倒也顺路。这里还有一篇咒文，叫做定心真言，又名作紧箍咒。你要谨记，你可暗暗地念熟，牢牢地记在心头，别泄露给任何人知道。我去赶上你徒儿，叫他再来跟着你。你就把这套衣帽给他穿戴。他若不服你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就再不敢行凶，也不敢离你而去了。多谢老母惠赐。原来是观音菩萨化身点化。
多谢观音大士相助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必定就是定心真言。脚下便是东海了。过了500年了，也不知花果山变成什么样了啊！观音菩萨，参见观音菩萨。孙悟空，你不保唐僧西去，来东海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唐僧是个好坏不分的傻和尚，为了保他西天取经，路上只不过打死了几个强盗，他就说我残暴，一路上唠唠叨叨个不停，烦死了！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先前总要怪无人教导于你，而今好不容易得了个师傅，却又不肯受教。此后再有个不顺心不顺意的事，可休要再怨天怨地。菩萨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跑到这东边来干什么呀？大师向东海龙王借了一幅宝图，说是要去度化冥顽不灵之徒。图，什么图？还能度化人？哎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？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在人间发生的故事，所以大圣未必知晓。这叫做移桥三进旅。移桥三进旅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画中的老神仙叫做黄石公，画中的年轻人乃是汉代的张良。有一天，黄石公坐在移桥上，忽然鞋履落于桥下，就叫唤张良取来。张良连忙取来，跪献给黄石公。黄石公又故意把鞋子落下，再叫张良捡来。如此来回3次，张良居然没有一点生气不耐烦，也不认为是受到藐视或欺辱。哦，那这黄石公3番2次的折腾他，肯定有什么原因吧？黄石公因此爱他勤谨，夜受天书，着他服汉。后来果然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太平后，张良弃职归山，最后悟成仙道。大圣若不保唐僧，不尽勤劳，不受教诲，到最后仍然只是个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老孙回去保唐僧就是了。
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？我在等你啊。我说话重了点儿，你就使性子跑掉，我又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，只管在这儿等你，等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师傅，你饿了啊？徒儿去给你化斋去啊！悟空，不用化斋，我那包袱里面有些干粮，你拿钵盂寻些水来，等我吃过以后再赶路吧。师傅，这衣帽是东土来的吧？好漂亮啊！是刚才一位老妇送我的，为师用它不着。师傅，送给我吧。啊！你若能穿，那就穿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。真漂亮，真漂亮！好疼啊！难道是这个帽子？怎么脱不下来呀？不疼了，生根了。听叫了。师傅，不敢再打了，不敢再打了。这是谁教你的咒啊？这问之何用？教我之人必也知道此咒，念将起来，你定消受不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求求你，也别没事把这咒儿念出来折腾弟子。弟子愿保师傅西天取经，再无退悔之意呀，师傅。你若肯受教，为师怜你尚且不及，
哪里忍心伤害你？起来吧，起来。以后要洗心革面呢。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悟空，是哪里水响呢？师傅，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虫涧，想必是涧里的水响吧？啊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好清澈的水呀！只是若无船只，如何渡涧呢？师傅，我先去看看水有多深，没准能让白马给您驮过去呢。师傅，快跑！快跑，师傅！阿弥陀佛，那妖龙竟吃了白马，这千山万水，可怎生走得呀？再说，这白马跟了我许多时日，受尽劳苦啊，怎么就落得如此下场？师傅，你别这么脓包行吗？这点事儿也值得哭一鼻子。好了，你先在这坐着休息休息，带我去寻那妖龙，把咱的马找回来。哼！是哪个敢在这里夸下海口，辱骂于我？还我马来！少废话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刚将那妖怪骂将出来，打了几个回合，他打不过我，就钻进水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你前日打虎之时，
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今日为何就不能降他？好了，我再去与他争斗，不见个分晓，我绝不回来。哼，反正这翻江倒海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。哼，耶！你是从哪里来的泼魔？竟敢如此欺负于我！哼，你管我是哪来的泼魔？快点把马还给我，不然我饶不了你的性命！哈哈哈哈哈！白马被我吞到肚子里，哪还吐得出来呀？不还你又怎样？还马就砍棍，杀了你，替我的马偿命！哪里走？手！师傅，我正要降那妖怪，为什么你洛寒把他放跑了？这马就送与他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他还我一马才公平。若伤他一命，便是我欠他的了。何况我还有2只脚，照样可以走到灵山。你，哎呀，你这和尚不是呆便是傻呀你！好，你愿意走就自己走吧，反正我送了你一程，也不欠你什么人情了。你到不了灵山，也不关我的事。哼，走啊，走啊！用你这2条腿，使劲走吧你！哼，气死我了！悟空不得无礼。菩萨。弟子唐三藏，拜见菩萨。悟空，你到涧边去把他叫来，我替你降他。菩萨，那妖怪肯定拿我老孙当仇人了，我叫他，他哪肯出来？那白龙本是西海龙王傲润之子，他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。他父王告他忤逆不孝，在天庭上犯了死罪，是我替他向玉帝求情，给唐僧做个脚力。你想，那东土来的凡马，怎能走得了那万水千山？怎能到得了灵山佛地？必须是这个龙马，方能成功。原来还有这段因由。可那白马这般葬送性命，仍是可怜呐。悟空，你去叫一声，傲润龙王、白龙3太子，你出来。有南海菩萨在此，他就出来了。好，菩萨，那我就依您的，试试看啊。傲润龙王3太子，快点出来呀！这有
有南海观世音菩萨正在找你呢。怎么又是你？哼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打你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观世音菩萨正在岸边等你呢，让你速速前去拜见。观音菩萨，白龙叩见观音菩萨，承蒙菩萨活命大恩，白龙在此等候取经人，却不见踪影啊！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？他是我的对头。我昨天在此等候，不见取经人，因为肚子饥饿，吃了他的马匹，而他仗着武艺高强，将我打败。喂，你又没问我姓氏名谁，又没问我从哪儿来的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哼！我曾问你是何人，你却只管恫吓于我，并没有说取经的事啊。你这猴头，以示自己本领高强，哪里肯说上半句好话？你如果提起取经二字，又怎么会费这番周折呀？悟空，你动辄非打即骂，不肯与人为善，好言相对，如今白费了气力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今番前去，还有等着归顺的。若问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说取经二字，就不用再劳力劳心，自然会拱手服顺的。要是真这样，那倒好了。变！白马。你必须历尽千辛万苦，用心还了业障，功成之后超越樊笼，还你个金身正果。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望你勿生邪念，真心皈依，修得正果。哎，菩萨，哎，菩萨慢走，慢走，菩萨。菩萨，等等啊！菩萨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菩萨，你还是找个旁人来保护这个和尚吧。我老孙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哼，这去往灵山的路上，少说也有108000里之遥啊！让我保护那个肉眼凡胎的和尚，这何时才能到灵山呐？再说呀，这一路之上多磨多难，我老孙都快保护不了自己了。哼，还说什么修成正果？哼，不去了。你当年没有得到人身之前，尚且肯尽心修悟，你今日脱了天灾，怎么反倒生了懒惰之心？佛门中以寂灭成真，有信心才能修得正果。假如到了那伤身害命之处，我许你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。到了万难之时，我也会亲自来帮你。你过来，我再赠你一桩本事。变！这是3根救命的毫毛，若到那无际无主的时节，可以随机应变，救得你疾苦之灾。菩萨，那我这里多谢您慈悲了啊！师傅，你看，悟空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。好啊。
贫僧问讯了。大师从哪里来的？贫僧乃是东土唐王钦差，上大雷音寺拜佛求经，路过这里，想借宝刹歇息一夜啊。那快请里面坐。啊。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他性子急，听见你这话，他就不答应了。他是贫僧的徒弟。这样一个丑头怪脑的模样，您为何收他做徒弟啊？他样貌虽丑，却大有本领啊！对对对，正应了那句俗话：人不可貌相。贫僧屡次蒙菩萨大恩，未及叩谢，今遇菩萨禅院，如见菩萨，正好拜谢。那就请吧。你们过去帮帮忙。请大师。走。去。请。何人在这里乱敲手？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。你是什么人？打哪儿来的？悟空，休得无礼。这是我们院主。啊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院主，请息怒啊！此乃贫僧徒弟孙悟空。贫僧唐玄奘，奉唐王圣旨前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贵院，恳请借宿一晚。好，请客人们到厢房用茶。啊，请。悟空，走吧。师公，东土大唐圣僧来拜见你。老院主，弟子有礼。不敢，快请坐。师傅，请坐。献茶。是师公。请问高僧从东土而来，要走多少路程啊？从长安到两界山有5000多里路，在两界山收了一个徒弟，一路西来，经过西番哈密国，又是2个多月，又是5000多里路，才到了贵地呀。如此说来，已是万里之遥了。我活了这把年纪，我连这山门都没出去过。正所谓坐井观天，鱼朽之辈呀。敢问老院主，高寿几何呀？吃活270岁了。那岂不是仙寿之年了？什么仙寿之年？依我看来，跟我当个孙儿，我还嫌你太年轻呢。你这是怎么说话的你？悟空，不要乱说。请用茶。请用茶。多谢。哦，羊脂玉的杯子，你们这些和尚也太不清贫了吧！来。师傅，好茶。老东西，你还挺会享受的啊！你这猴子说什么呢？见笑了。高僧乃天朝上国人物，广揽奇珍，这等俗物何足挂齿啊？高僧是来自天朝上邦，可否有什么珍奇宝物拿出来，让我一饱眼福？在贫僧眼里，只有佛法僧3宝4宝，其他的倒没见过什么宝物啊。纵然是有千山万水的，也不便带在身上。师傅，你不是有条袈裟吗？那就是个宝贝，拿出来给他们见识见识。袈裟，你们笑什么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刚才说那袈裟是件宝贝，那实在是可笑啊！像我这一辈的和尚，
至少也得有20-30件的袈裟。嘿，我们老师祖，他在这个寺院里已经做了250-60年的和尚了，少说也有700-800件呐。多又怎么样？河里的沙石还多呢。哼，可惜呀，1文钱不值。那就，让老僧去见识见识高僧的袈裟吧。这是个好袈裟，好宝贝，好宝贝啊！哎呀，满天都艳红了，看，还有七彩霞光。老院主，师公，怎么了，师公？弟子真是无缘啊！有话慢慢说。师公，有话慢慢说啊。圣僧的这件宝物，真是天下之奇，只可惜我老眼昏花，实无法仔细欣赏。这岂不是无缘吗？哼，老头儿，你想怎么看呢？圣僧如若放心的话，就让老衲将此拿到后面禅房仔细看上一晚，明日一早还给圣僧，不知尊意如何？好，好，好，要不是我明天急着赶路，别说1天，就是1年也不要紧啊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将客房打扫干净，二位进去休息。将这袈裟请到我的禅房。打扫禅房，准备斋饭。哎，走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你我单身在外，恐怕有意外。嗨，师傅，你放心，只有我抢别人东西，还从来没听过有人敢抢我老孙的呢。古语说，珍奇宝玩之物，不可让贪婪奸伪之人看见。一旦看见，必生贪念，贪念一生，必生图谋计议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看这老东西哭得哭天抹泪的，还挺有趣儿。我是怕坏了老院主的清修啊。师公，您都哭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也该休息了。是啊，师公，您哭什么呀？我哭无缘，我不敢担当唐僧的这个宝物。师公，您这又何苦呢？这件袈裟宝贝就在您的面前，你想看您就看，何必要痛哭呢？是啊，我活了270岁，白攒了几百件袈裟。如果我有这么一件，来日见到佛祖，我也不白当一回和尚。唐僧啊，唐僧，你真是好福气！我要是变成唐僧，该有多好啊！师公，您看您，师公啊，您错了。那唐僧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的行脚僧，您这把年纪反倒羡慕他。您要做个行脚僧，那有什么乐趣呀？是啊，师公。是啊。我虽然不像他，行走四海，化斋吃饭，我可坐在院中安享晚年，却没有福气穿上这袈裟。哎，要是能让我穿上1天，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。这有何难呐，师公？我们明天留他住上1天，您就穿他1天；留他10天，您就穿他10天。这有何难呢？
您何苦在这儿难过呢？是啊，就算是留下半载，我也只能穿半载，不能够长久拥有啊。他要是走呢，我就得还给他了。师公，别说半年，就是留他一生，也容易呀。哦，官职，快说。师公，那唐僧师徒行路至此，已经辛苦之极，我想他们已经睡熟了。我们挑几个有力气的、胆子大的，拿了刀冲进禅堂，然后将他们咔嚓。师兄，不能这么做呀！对，不行，这里是佛门禁地，怎么可以杀人越货？再说，我们都是出家人，怎么可以起杀心呢？哎，师公，把他们二人杀了之后，把尸首埋在后花园之中，外人又不会知道。况且这院里又都是您的弟子，他们谁敢说出去？您怕什么呀？师兄，离地三尺有神明，就算我们几十号弟子不说出去，但这天知地知，亿万神佛皆知啊！你懂什么？师公，我们不能这样做呀，会得报应的。你懂什么？神佛在哪儿？你见过？师公活了快300岁了，念了一辈子佛，也没见过一尊神佛，难道你见过？我是没见过。那是因为我修行薄浅，没那么高的功德。满嘴胡言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关在后柴房里，不许出来！师公，不要！师公，不能这么做呀！师公，师兄会遭报应的。依我所见，你这计策并不高明。孔某，你有何主意？西公，若要杀他二人，那也要看看形势啊。那个白脸的唐僧不在话下，可那个毛脸的，却系不好对付。万一要细杀的不成，那不系反招大祸？引火烧身吗？难道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都达不到吗？西公，您别哭啊。不过我知道是有一个不动刀枪之计。快说。依我之见，把咱们观音寺里所有的和尚聚到一块，每人弄捆干柴，咱们舍来那间禅堂，到时候点上一把火。叫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激起山前山后的人看见了，我们几说戏，他自己不小心走了火，把我们的禅堂给烧了，这样不就干干净净了吗？哎，好，此计更好。院主，您不会反对吧？师公说好，那便好，我没什么意见。那就拜托孩儿们了。西公放心。您呐，就安心搂着这个宝贝睡一觉吧。是啊，您就安心的睡吧。滚之，咱们去准备啊。宝贝，你终于归我了，宝贝。走。快点，动作轻一点，轻点。快点，别出声音，轻点。43经已过，怎么会有脚步声？难道有贼？轻点，千万别惊动了他们。轻点，轻点，快，小心点。果然被师傅说中了，他们要害我们性命。给他们一顿棒子，又怕他们禁不住打。再说打死了师傅，又得怪我行凶。罢了，与他们来个将计就计。不好了！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又来了！列位不用担惊，我是来找广目天王，不是来闹天宫的。大圣稍后，请让我前去禀报。不
扰你，他已经来了。大圣，听说你皈依了佛门，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，今日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闲话回头再说，先说正经事儿。那唐僧路遇歹人，要放火烧他，事情紧急，特来借你避火罩一用，用完了就还给你啊。既然是歹人放火，你应该去借水，为什么要避火罩？借水救火，火便烧不起来；借避火罩，我只管保护唐僧，其他的就让他烧去吧。快点，借我用用，这会儿火正烧着呢，别误了我的事儿啊！你这猴子太过狠毒，只顾自己就不管别人了。哼，快点，借我用用，误了我的事儿，我再闹回天宫。大圣息怒，快点！谢了。烧起来！还好来得及。你们这等奸僧，看我帮帮你们的忙！哟，起风了！哎，气风好啊，这样烧得干净。方向怎么变了？啊，不，那边前方也烧起来了！快，去救火！快救火！快，救火！烧死你们这些自作自受的和尚！哼，根本就是佛门的败类，莫怪佛祖菩萨不来救你们！哼，烧吧，烧死你们！怎么除了师傅的禅堂，还有一间禅堂没着火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着起火来了？快救西宫！西宫就是里面的，快救师傅！失了火，这些和尚真不小心。老院主时常与我说法论道，我得去救救他们。千年难得的宝贝啊！我的禅院，我吃了200多年的禅院了。老师公啊，您不要再哭了。这寺院烧了，我们还可以重盖啊。不过这场火，我觉得烧的有点奇怪。师公，您看，这么大的火，哎，只有师公您的禅房和唐僧的客房没有被烧着啊！啊，对呀，师公，我明明烧的是那边，可是风一吹就烧到这边来了。哎，好在锦兰袈裟没遭殃，
只要上面的一颗珠子，就够盖一座新禅院了。快，扶我回禅房。师公，那件宝贝在哪儿啊？我就放这儿了。放这儿了。这没有啊？我的袈裟呢？快找！我的袈裟！师傅，您别伤心，师傅，您放心吧，别哭了，媳妇会找到的。师傅，请注意身体。师傅，收。这爷爷怎么又来了？广目天王何在？大圣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多谢。不敢，我还担心你把我的宝贝给拐跑了呢。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老孙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吗？再说了，常言道，好见好还，再见不难。嘿，不跟你废话了，我老孙还有热闹赶着要去看呢。告辞。师傅，起床了，师傅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昨天晚上着火了。着火了？哎呀！师傅，怎么烧得这么严重啊？为什么外面烧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居然没事呢？师傅，要不是昨天晚上我护着禅堂，怎么可能没事？你这个猴头，你有本事护住禅堂，怎么就不救救这火啊？师傅，你哪里知道？果然被你猜中了。那个老和尚，爱上了咱们的袈裟，起了歹心要害咱们俩。要不是我机灵，这会儿咱俩早就变成灰儿了。你肯定是他们放的火。我老孙才不干那种背后害人的勾当呢。不过，我看那老和尚起了歹心，虽然没帮他救火，也帮了点别的。你怎么帮他的？刮场大风呗。你不帮他们也就算了，你还落井下石啊你！师傅，古人云：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要不是他们放火，我怎么会刮风呢？哎呀，善哉呀！有没有伤了人呢？那倒没有。哎，袈裟呢？有没有烧坏啊？师傅，你别急呀，放袈裟的地方没起火，我看得紧呢。我告诉你，但要有一些损伤，我只把那紧箍咒念上几十遍。师傅，别念，我这就把袈裟取回来，咱们赶紧赶路，让他们哭泣吧。给我。师傅，快点。